你敢相信吗？这款方形的手榴弹竟然就是乌军的袖珍温压弹，一颗就能瘫痪一辆步兵战车。好家伙，手榴弹竟然比 RPG 威力还大！要是乌军能每人配置3-4枚，俄军估计会再次上演大撤退吧。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种能攻能防的小型弹药，目前呢，手榴弹是使用较广、用量较大的弹药之一。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杀伤敌方有生目标，还能用于破坏坦克和装甲车辆。由于体积小、重量轻，使其便于携带，使用方便。从诞生以来呢，便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都在不断地开发新型手榴弹，想要赋予它更多的功能、更强的杀伤力。在这方面呢，乌克兰也不例外。只不过乌方设计师似乎想要创新一下，直接将新研发的手榴弹设计成了方形。图中的这些手榴弹从左到右依次为 RGT-27S、RGT-27S2、RGO-27S2、SHF-32500，都是乌克兰研制的新型手榴弹。今天的主角便是这最左方的 RGT-27S。该手榴弹呢，使用了独特的长方体造型，有些类似于一战期间某些手榴弹的造型。但是大家别看这个 RGT-27S 造型奇葩，它的威力可比传统手榴弹强太多了，毕竟它是一款温压手榴弹。其实早在2016年，基辅一家公司便突然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RGT-16S 的温压手榴弹。这款手榴弹重约600克，投掷距离至少20米。当时呢，宣称正在为该手榴弹研发配套的电子引信。至于为何让手榴弹配置电子引信，原因呢是在爆炸原理方面。温压手榴弹与传统的破片手榴弹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前者发生碰撞时，会触发一个保险机构喷洒出爆炸性的气溶胶，并在短时间内与空气混合后引爆。因此，温压手榴弹的爆炸强度能够达到传统手榴弹的2到3倍。当 RGT-16S 在一个9平方米的房间内爆炸时，内部所有东西都会被摧毁。而在露天环境下，它的有效杀伤面积会缩减至6平方米。但值得注意的是， RGT-16S 最初亮相时是经典的圆柱体外形，但是后来也推出了长方体设计。本片的主角 RGT-27S 便是它的现代化改进型，延续了长方形弹体设计，显得非常特别。那么为什么不采用传统的圆形设计呢？其实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特殊弹体是因为这种外形设计带有磁铁或者粘性物质，能够牢牢地吸附在敌方装甲车表面。长方体外形能让其吸附时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另外 RGT-27S 还有一个改进型 RGT-27S2， 后者是使用了普通的圆柱体外形，应该是用于对付建筑物或者敌方软目标。从相关数据上看呢，两种型号除了弹体形状不一样外，性能参数没有太大不同。数据方面，不安装引信时 RGT-27S 弹体全重600克，引爆药32克，高温高压混合物310克，引信延时3秒，爆炸火球高2米，半径2.8米，致命面积达5米，封闭空间内致命体积13立方米。在爆炸过程期间，会在一定空间内产生持续4秒的高温火球，温度高达2500到3000度，不仅能杀伤软性目标，还能轻易地炸毁轻型装甲车。当然这种手榴弹也不是没有缺点，虽然威力非常大，但是由于弹体为铝合金材质，会被爆炸时产生的高温完全烧毁，不会产生任何杀伤破片，因此并不能取代现役主流的破片手榴弹。再加上温压弹的爆炸特性，这类手榴弹在下雨或者湿度较高的情况下呢，其爆炸威力会大幅下降。另外，在空旷地带，温压手榴弹的爆炸威力会大打折扣，比不过传统的破片或者进攻手榴弹。因此 RGT-27S 只能用于特殊的作战环境。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 RGT-27S 已经投入了实战。乌军近期公布的视频显示，乌军第59摩托化旅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挂载这款手榴弹，轰炸巴赫穆特前线的俄军战壕了，效果远远优于传统手榴弹。其中一枚更是直接炸毁了一辆俄军的 BMP-2 步兵战车。那么除了手榴弹，乌军无人机还挂载了哪些武器呢？
目前俄乌战场上，乌军最常用的就是由无人机挂载着数个小型榴弹、手榴弹，通过步兵放飞出去，在地面操作，等到发现俄军步兵、坦克后就扔下去，对地面猝不及防的目标进行轰炸。这种无人机使用方法，实际呢与传统意义上的攻击无人机并不一样，有些类似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虽然大多数都是商用、民用无人机，但执行的都是军事任务。根据此前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一名叫做 Skyba 的乌军士兵隶属于乌军第10山地突击旅第108营。他早在19岁便参军，今年23岁。特长呢就是操作无人机，在无人机上挂载手榴弹，然后将其飞到俄军阵地，精准投掷手榴弹。用这名乌军自己的话说他每天最多会执行超过50次任务，每天都需要消耗掉1箱手榴弹。期间一共消灭了超过500名俄军，可谓是战绩斐然。而除了使用手榴弹之外呢，随着包括 MK19 在内的多款北约榴弹发射器的到来，乌军也获得了相应的配套弹药，即40毫米 M430系列杀伤破甲双用途榴弹。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这款性能优良的榴弹的作用，前线乌军的多旋翼无人机使用者通过为其安装 3D 打印的尾翼，并且修改引信保险，使其成为了这些多旋翼无人机的新弹药。相较于此前乌军大量使用的30毫米 VOG-17系列榴弹， M430系列榴弹的杀伤能力更强了。最重要的是，它还具备破甲能力，能够击穿76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爆炸所产生的破片有着5米的致死范围和15米的伤害范围。也就是说，乌军操作多旋翼无人机投掷 M430，能够直接攻击俄军各类装甲目标。在此之前呢，由于 VOG-17系列榴弹并不具备破甲能力，如果要攻击俄军装甲目标的话，就需要将其精确地扔进俄军装甲车辆的舱口，或者使用更重的反坦克手榴弹。而随着 M430系列榴弹的到来，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此前有视频和图片显示，乌军使用的大量商用无人机已经开始普遍挂载 M430系列榴弹了，战术使用变得更加灵活，几乎能打击战场上发现的所有目标。甚至有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投掷的 M430还摧毁了俄军坦克。不仅如此，乌军还有一款堪称大杀器的无人机，也就是转轮手枪860。2022年8月，波兰援助了800架转轮手枪860。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款无人机拥有一个转轮武器挂架，能够携带8枚60毫米迫击炮弹，最大续航时间40分钟，作战航程能达20公里。这8枚60毫米迫击炮弹的火力根本不是那些商业民用无人机能比的，甚至就连很多小型军用无人机都比不上。要知道，这可是60毫米迫击炮弹，一旦被击中，那就可以考虑葬礼流程了。跟这款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相比呢，此前乌军使用的各类无人机弹药，不管是手榴弹、30、40毫米榴弹，还是反坦克弹药，都不值得一提。至于为何乌军喜欢使用无人机挂载小型弹药呢？当然是因为好处太多了。目前乌军针对俄军步兵的无人机攻击，并不是在交火线上，而是在己方控制区域内。从网上流传出的视频来看，俄军不少步兵都是在单兵坑休息期间被乌军无人机打击，猝不及防。毕竟俄军在控制区域内活动时呢，要么在休息，要么干点别的。这时乌军无人机越过交火线，由于体积小、声音小，也就比一些鸟大点，飞高了根本听不见，雷达信号又低。期间呢，再被一些树木进行遮挡，就很难被发现。一旦发现俄军，一个榴弹扔下去就完事了。再加上这类无人机非常便宜，被打坏了也不心疼，榴弹呢更是非常充足，让俄军伤亡惨重。虽说无人机干扰枪也确实存在，目前呢俄军也开始装备了，但是这东西需要发现了才有用，俄军很难做到有人24小时去盯着天空。当然，由于这些无人机大多体型较小，因此搭载的武器杀伤威力有限。那么未来无人机弹药该如何发展呢？首先，无人机弹药相较于传统弹药有着以下2点优势。其一，发现即打击。现代战争期间，对于打击的时间敏感目标的要求十分苛刻，需要在侦察到目标后立即做出判断和决策，对其进行识别、跟踪和打击。
具备侦察和打击一体化功能的无人机，能够及时地向所探测到的目标发动攻击，不需要其他武器平台的支援，大幅提高了侦察信息的时效性和攻击的准确性。因此，无人机载弹药可以满足复杂环境下的作战任务的需求，达到发现即打击的目的。其二呢，效费比更高了。随着城区、山区的战场环境越加复杂，目标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小型化等特点，小型机动目标变得越来越多。如果还是发射常规的大型导弹进行打击，效费太低。相较之下呢，无人机载弹药有着打击精度高、附带毁伤低的优势，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这类小型弹药的原概率误差不超过3米，不仅能够确保附带损伤控制在最小范围，还能有效地打击分散的小型机动目标，效费更高。不过呢，无人机弹药虽然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精确打击小型机动目标，但发展此类弹药还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一、重量。由于无人机大多体积较小，导致载荷空间有限，载弹量相对较小，限制了无人机的持续作战能力。目前，无人机载弹药主要是由战机导弹改进而来的，利用现有的或者经过改装的导弹进行挂载。这些导弹一般重量较大，一般小型无人机只能挂载2发，不利于无人机的持续作战。二、电子对抗能力，这算是所有无人机的痛点了。由于无人机对电磁环境的要求很高，一旦遇到攻击性干扰后，往往会成为无头苍蝇，发生失控、自毁等现象，丧失执行任务的能力。而作为无人机载弹药所携带的导弹等武器的发射跟踪，必须保持与无人机信息的畅通传递，才能发挥其功效。三、环境适应能力。无人机侦察攻击的目标大多是地面固定军事目标或者低速运动的坦克、装甲车，制导系统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与气象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多雾霾地区、崇山峻岭，再加上敌方会使用各种欺骗和干扰措施来干扰已经精确制导武器的有效工作，使得无人机和弹药无法识别敌我目标，难以完成目标识别、捕获和跟踪的全过程，无法满足精确制导武器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作战的要求。对此呢，大兵总结了以下的发展方向。其一，智能化发展。未来战场的环境将变得愈加复杂，不仅要求摧毁敌人目标，还要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这就必须提高精确制导武器的智能化，采用多模制导信息融合技术，将不同传感器的信息实时综合起来，采用卫星导航和综合导航技术、数据链以及制导引信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开发出能够自主捕获、自主识别与分析判断的机载弹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和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正常工作，实现对敌方目标的准确定位与精确指示，从而引导机载打击武器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完成作战任务。其二，模块化发展。随着未来战场打击目标越来越多样化，为了提高无人机弹药的通用效能，就对机载武器装备尺寸和功能相似的零部件提出了模块化要求。导弹在战场上不但要打击主战坦克和装甲车等地面目标，还要能攻击小吨位水面舰艇目标。期间根据天气环境、打击目标的不同，通过模块化设计，选用相应的制导模式进行攻击，实现一机多用、一弹多用，大幅提高无人机的使用效率。另外，传统的沙暴巨能破甲战斗部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作战的需求，多用途附带低毁伤的模块化战斗部设计将成为此后研究的重点。其三，轻型化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的轻型化能够极大提高无人机的载弹量，使无人机以更少的出动架次打击更多的地面、海面目标。因此，轻型化、小型化无人机载弹药也是未来研发的重点。总结来说呢，随着俄乌战场上乌军对于无人机的运用，不断丰富着无人机在战术上的应用，未来一定还能对俄军造成更大的打击。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